千万别小看这个瘦弱的男人，他仅用一拳就 KO 了对手。随后他摘下牙套，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擂台。他没有退场 BGM， 也从不接受采访，甚至网络上都找不到他的任何资料。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神秘的强者，在数月之前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沙包皇帝。此时在擂台上训练的是综合格斗的新兴狂犬，与他一同训练的选手无人能撑过第一个回合。现在他已击败了8位陪练，这也导致无人敢再上台挑战。于是教练只好高价聘请新的陪练。旁观的男人立刻产生了兴趣，并声称自己愿意尝试，但很快遭到教练的拒绝。教练让他先回去练习自己的沙袋。狂犬也忍不住出言嘲笑。本想离开的男人听到后，直接转过头申请出战。接着教练询问助手是否签署了免责协议，在确认助手已经签署后，教练再次走向男人，并警告男人一切后果自负。男人没有说话，而是直接走上了擂台，对着狂犬就是一脚。趁对手愣神之际，迅速出拳猛攻。他的动作行云流水，仅用一个背摔就将对手重重摔在地上，紧接着拳头如雨点般落下。就这样，最有潜力的新兴狂犬还没有坚持一个回合就被无情的 KO， 整个拳馆顿时鸦雀无声。男人缓缓走向教练。这么精彩的视频，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不巧的是，这一幕刚好被人拍了下来，并将视频上传至热门的社交平台。职业拳手被无名小卒击败，顿时吸引了众多围观者。随着男人 KO 的视频爆红网络，连美军海外基地都在热议，纷纷猜测男人的真实身份。一个士兵在看完视频后立刻跑回宿舍，拿出头盔摄像机拍摄的另一段视频，然后用 B8 摄像机查找片段，寻找曾经拯救自己的恩人。经过最后的画面匹配，正是他苦苦寻找的那个人。汤米来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并且还担任格斗教练。汤米自幼接受父亲的训练，参加过各种锦标赛，在14岁之前就赢得了所有奖项。但因为父亲突然沉迷酒精，并经常对母亲施暴，汤米跟随母亲逃离了这个破碎的家。然而由于母亲不幸去世，汤米便加入了海军陆战队。10年后退役返回故乡，他首先找到了曾经的父亲，但看到年迈的父亲，让他回忆起太多往事，包括母亲病逝的情景，心中的怨恨再次燃起。尽管父亲已经戒酒成功，并且信仰了上帝，汤米仍旧无法原谅他。第二天，父亲去找哥哥布莱登，本想告诉他汤米回来的消息，然而话未出口，就被大儿子无情地赶走。因为布莱登和汤米一样，对眼前的父亲怀有深仇大恨。布莱登曾是一名职业拳手，但因童年时父亲的偏心，他未能继承父亲的拳击技艺，这让他的拳击生涯充满坎坷。最终他选择在学校担任物理教师。幸运的是，他拥有自己独到的教学方法，与学生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然而学生们却未曾察觉，这位风趣的老师内心深处隐藏着狂野的一面。为了应对家庭庞大的开支，他不得不在酒吧的地下拳场谋生。面对看似凶猛的对手，布莱登却将其视为纸老虎。很快他便赢得了比赛，赢得的奖金全用于给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女儿治病。因为小女儿的病情需要大量资金维持，他甚至已经2次抵押了自己的房产。随着贷款的压力日益增大，他不得不重拾就业。但他打黑拳的事很快传到了校长的耳朵里。校长询问了布莱登的情况，他坦白了实情，并表示自己急需用钱。校长勃然大怒，身为教师，怎能与野兽般的人进行格斗？他说自己原本就是一名拳手，只是简历上未曾提及。校长感到十分震惊，当即就让他停薪留职。这对布莱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好在他还能继续打拳，勉强能够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妻子十分担忧，一旦丈夫再次受伤，整个家庭就会面临末日。但布莱登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只希望得到妻子的支持而已。妻子也知道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因此也不再多言。随后布莱登找到了老友弗兰克，希望他能提供训练场地。弗兰克自然不会拒绝好友的回归，但由于自己正在培养一名种子选手，准备参加奖金高达500万的斯巴达锦标赛，所以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布莱登，只能让他自行训练。另一边，汤米也渴望参加比赛，因为他曾向殉职的战友承诺要照顾战友的一双，而获胜的巨额奖金无疑是最好的生活保障。于是他主动找到年迈的父亲，让他像以前一样训练自己。父亲感到十分欣慰，以为能借这个机会修复父子关系。然而汤米只是想要更专业的训练，并非想要和解。这时父亲提出了几个条件，要求汤米交出所有药物，搬来与自己同住，并且饮食必须遵循养生指导。汤米为了能赢得这场比赛，答应了父亲的所有要求。为了这500万美金，汤米经过严格的体能训练，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巅峰状态。与此同时，布莱登看到种子选手接受采访，内心也开始泛起波澜。
尽管自己已过巅峰年龄，但体能和毅力远超种子选手。显然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果然意外不期而至，种子选手突然扭伤脚踝，不得不退出比赛。布莱登抓住机会，向朋友提出自己是否可以代替种子选手参加那即将到来的斯巴达锦标赛。朋友对他能否承受比赛压力表示担忧，但布莱登坚信自己能够胜任，于是朋友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不久，锦标赛的见面会到来，所有参赛者都在接受媒体采访，唯独汤米坐在一旁的角落，他似乎更喜欢低调行事。这时，汤米在人群中发现了哥哥布莱登，布莱登也看到了多年未见的弟弟，两人目光交汇。就在他准备上前打招呼时，却被朋友突然叫住，因为布莱登的采访时间到了。尽管如此，他依旧关注着远处的弟弟，但汤米似乎并不想见到他。到了晚上，父亲无意中看到电视报道，小儿子汤米因在战场上救人，已成为人们心中的无名英雄。于是他急忙叫来汤米一起观看这则新闻。然而汤米只是随意扫了一眼，便转身回到房间，随后拿起外套，准备去外面透透气。没想到哥哥也来到了沙滩，偶遇了正在散步的弟弟。多年未见的兄弟俩再次相遇，却难以表达出太多的激动之情，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太多生活的艰辛。尤其是汤米，现在的他心上长满了刺，不仅对父亲怀有恨意，对亲哥哥布莱登也是如此。因为曾经他们约定一起逃离，但哥哥却为了现在的妻子突然改变主意，选择留下。汤米不愿听哥哥的任何解释，脸上满是厌恶和仇恨，这也激起了布莱登心中的怒火。Not the only one that suffered, Tommy. I didn't even know she was sick. I never even got the chance to say goodbye to my own mother. You had no right to keep that from me. That was not your decision to make. 但汤米认为这些都不是借口，最终两人不欢而散。比赛很快开始，16名选手将在2天内决出胜负。现场观众热情高涨，场外的人们也期待已久。第一位出场的选手正是汤米，他没有音乐，没有赞助商，网络上也找不到他的任何资料。然而这位神秘的选手只用了一拳，直接击倒了对手。接下来出场的是哥哥布莱登，他以替补的身份登上了擂台。解说员将他比作小金鱼，等待着被大鲨鱼吞噬。因为他的对手是一名强壮的黑人，并且在发布会上宣称要给这位物理老师上一课，但他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实力。裁判很快发出比赛开始的信号，但布莱登并不急于进攻，而是小心防守，摸清对手的实力。对手出拳，他也出拳；对手猛攻，他就避其锋芒，将对手逼至笼边进行缠斗。然而这种打法并未给他带来优势，很快对手将他压制在地，紧接着锁住了他的喉咙。这种动作极易让人失去意识，也是格斗中最危险的锁技之一。出乎意料的是，布莱登凭借坚韧的意志，艰难地撑过了第一回合，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看来这位物理老师并非等闲之辈。第2回合，布莱登不再保守，而是开始主动出击，完全掌控了比赛的节奏。最终他抓住机会，一击爆摔，接着用剪刀脚切入，最后用木村锁降服了对手。显然一击制胜才是布莱登的绝技。此刻呼声最高的当属俄罗斯选手，这位选手始终维持着不败的传说，无人能在首回合中幸存。与此同时，汤米也迎来了他的第2位对手，他持续发起猛烈的攻势，让对手措手不及。感觉汤米不像是来参加竞技，更像是来自宣泄情绪。很快他又赢得了一场胜利。如此强大的选手必将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而布莱登在另一边打得异常艰苦，但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再次利用锁技险胜对手。如果说赢下一场是偶然，那么连赢2场则是实力的证明。他巧妙地运用了力学原理，在赛场上占据了独特的优势。不久，兄弟俩都成功晋级4强。布莱登率先出战，家中的妻子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布莱登在笼中承受了很多重击，才勉强将比赛拖入了第3回合。连解说员都惊呆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志力支撑他坚持到现在？他将对手摔倒后立刻施展锁技，逼得对手不得不认输。这一招威力惊人，稍有延迟胳膊可能就会断裂。布莱登的胜利让妻子兴奋不已，解说员也开始赞扬起这位物理老师，观众也从先前的不看好转为支持。接下来出场的是汤米，所有人都在高声呼喊他的名字。登上擂台的汤米如猛虎出笼，打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他趁势夹住对手头部，骑上去就开始疯狂输出。这畅快淋漓的战斗让观众的欢呼声几乎掀翻了屋顶。但汤米依旧像往常一样，推开龙门便径直离去。第1天的比赛结束后，汤米没有心情庆祝胜利，反而忧郁地玩着游戏机。这时父亲走了过来，言语间无不流露出对儿子的欣赏，还称赞他在战场上救人的英勇事迹。没想到汤米直接摊牌，救人只是他当逃兵路上的顺手之举。他之所以改用母亲的姓氏参军，就是不想让人查到他的参军记录。父亲还想继续追问，却被汤米的一席话直接破防。他说父亲对他的爱就是假慈悲，小时候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而现在已经不需要他了。
当父亲还想解释时，却遭遇了汤米的爆发。Where were you when it mattered? I needed this guy back when I was a kid. I don't need you now. You know, it's too late now. Everything was already happened. Look at you. Yeah. I was right. I think I liked you better when you were a drunk. At least you had some balls there. Not like now, tiptoeing around this. Beggar with your cup out. 父亲十分心痛，却又无言以对。等汤米再次找到父亲时，他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开始怒骂故事中的船长。他终于明白上帝救不了他，也明白了就算现在悔过自新，也已经来不及了。要不是他当初迷失了方向，也不会把一家人害成这样。见父亲真诚悔过，汤米也动了恻隐之心。No. No. No. 熾热的赛场上，汤米神情冷峻地出场。与以往不同的是，他的战友们成群结队地来为他加油，军歌是如此嘹亮，振奋人心。这一幕宛如胜利日的时代广场。汤米的对手进场后不断挑衅，引起军人方阵的阵阵嘘声。对峙时更是口出狂言，完全没把汤米放在眼里。殊不知他惹的是怎样一头野兽。汤米再次一拳将对手 KO， 随后便骑在他身上疯狂输出，甚至对手都没来得及喊出投降，就已经被打得不省人事。汤米率先挺进决赛，他将面对科巴与布莱登的胜者。布莱登出场，妻子也在观众席为他加油助威，这让布莱登信心倍增。随着聚光灯聚焦于入口，科巴闪亮出场。I want you to look right at him when he comes in here. Look right at him. All right? Don't take your eyes off him. 人们不担心科巴能否取胜，只担心布莱登能否撑过第一回合。平时只是听说科巴有多可怕，但真正站在擂台上才意识到，这家伙还是太全面了。那强烈的压迫感让人不寒而栗。比赛一开始，布莱登试图通过移动寻找机会，打了2拳后才意识到对方连躲都不躲。反观科巴的攻势异常凶猛，每一拳都让布莱登痛苦不堪。科巴毫无悬念拿下了第一节，第2节依旧没有改观，布莱登就像沙包一样任人摆布。眼看就到第3节，此时布莱登已经快要坚持不住，弗兰克却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You don't knock him out, you lose the fight. Do you understand me? You don't knock him out. You don't have a... 弗兰克的话让布莱登变得无所畏惧，同时也坚定了他获胜的决心。尽管有些事不是努力就有结果，但不努力肯定是没有任何结果。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布莱登一定会输的时候，没想到布莱登开始反击了。他直接将对手拖倒，准备用自己的锁技将其制服。科巴的膝盖被牢牢锁住，然而他也将肘部暴露给了对手。两人同时进行力量较量，都竭尽全力希望对方屈服，但布莱登坚守了自己的承诺。这种完美的打法最终征服了科巴，科巴只好选择投降。布莱登激动地冲向8角笼边缘，与朋友紧紧拥抱在一起。全场观众肃然起立，为布莱登鼓掌喝彩。决赛前夕，一则新闻揭露了惊人的反转。之前救人的英雄汤米竟然是逃兵。幸存的战友接受了采访，原来汤米和战友们在战场上向美军飞机挥舞旗帜，却遭到了轰炸，战友们全部遇难，只有汤米一人幸存下来。为了履行照顾战友遗属的承诺，汤米才选择逃离军队。同时他也向大家保证将把全部奖金捐赠给战友的遗属，这让人们对汤米肃然起敬，甚至觉得这位英雄更加伟大。此时军警已经抵达休息室，比赛结束后将对他进行拘捕。得知汤米的真实姓名后，记者们又挖掘出一则重磅消息，决赛的2位选手竟是亲兄弟。这一连串的震撼消息让人瞠目结舌。决赛拉开序幕，面对哥哥汤米表现得比以往更加凶猛，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刻被最重要的人所抛弃。这种怨恨驱使他疯狂地攻击布莱登，仿佛在攻击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汤米找到了自己的节奏，骑在哥哥身上全力进攻，但布莱登也有自己必须守护的东西，他不能让房子被收回，女儿的病还需治疗，他不能放弃。布莱登就这样坚持到了回合结束，但铃声无法阻止汤米，他又一拳击中哥哥的脸。这一击让所有人都向裁判施压，但这反而让汤米更加愤怒，他凶狠地盯着布莱登，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在弗兰克的帮助下，布莱登逐渐冷静下来，他明白了两人站在这里的意义。比赛不仅是为了守护家园，也是为了找回兄弟情谊的战斗。于是他不再保留，开始主动出击，但总是被弟弟化解。而汤米就像一台杀戮机器，愤恨是机器的燃料，支持着他疯狂的攻击。第3节开始，汤米依旧埋头猛攻，布莱登抓住机会，将汤米的胳膊翻转，直接坐在了他的肩膀上，压制住了汤米，然后一拳接一拳地打过去。被控制的汤米痛苦不堪，但他绝不放弃，仍然寻找机会肘击布莱登。这时的哥哥更加用力压制，
突然传来骨头断裂的声音，他急忙松开了弟弟。可还没等他询问完伤势，汤米突然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推向了笼子边缘。好在回合结束，裁判将二人分开。布莱登试图向裁判呼喊，提醒他注意汤米的伤情，但被观众的吼声淹没。汤米独自一人留在笼边，脸上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新一轮的对决开始，汤米单手向前发起攻击，布莱登无法理解弟弟的举动，竭力劝他放弃比赛，然而却未得到任何回应。布莱登的重拳不断击中汤米受伤的手臂，质问为何他要这样坚持，但汤米似乎在主动寻求打击，仿佛想要在哥哥手中结束一切。比赛暂停后，汤米无法抑制地痛哭起来，硬汉的泪水总是让人心痛。布莱登转身看到父亲轻轻点头，他突然意识到这已经不仅仅是场对决，更是挽回亲情的关键之战。等到下个回合开始，他突然下定决心，一脚踢向弟弟。I'm sorry, Tommy. Can I ask you? I'm sorry. Yeah, Tommy. It's okay. Today, It's okay.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mmy. to lose it. 布莱登胜利了，他保住了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找回了已经消逝的亲情。而汤米也没有输，他打破了与哥哥之间的隔阂，以近乎自残的方式让一家人重新团聚，这才是真正的勇士所为。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直供更省钱。